好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師，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。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號，今天是星期二，每周二是我們的說故事時間。今天要講的這則故事呢，老師已經寫好很久了，但是我一直在考慮要不要說這個故事哦，因為這個故事有一點難理解。今天的故事是小王子，我覺得可能他的故事內容有一點難理解，需要思考，可能要想得比較深入一點，你才能夠跟自己的生活經驗做匹配，才會有很深刻的感覺。不過老師覺得我們試試看，說不定聽完這個故事，你會特別喜歡這個故事哦。好，那小王子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很多人也讀過小王子這本書。那今天我只是截錄其中一段，蠻重要的一段，當做今天的故事。好，那我們就開始吧。小王子住在一顆很小的星球，這顆星球叫 B612。不是揭露，我剛說了什麼？深入 deep 比較深入 deep 好，深入好。那小王子每天的工作很簡單，他不像你們要學習中文這麼辛苦。小王子的工作是打掃火山和拔掉樹苗。好，小王子住的星球很小，對不對？那他每天的工作呢，就是把這個樹苗拔掉。然後呢，這個星球上面還有一座火山，他每天要打掃火山，因為這個火山會冒出火山灰，所以會有很多灰塵。那所以小王子每天都要去打掃火山哦。好，什麼叫樹苗呢？就是樹還沒有長大的時候。好 Mandarin 說，老師，那小王子吃什麼呢？小王子是不需要吃東西的他只要呼吸就好了，他不需要吃東西好，拔掉樹苗，樹還沒有長大的時候它就叫樹苗。好，我們往下看。小王子如果不拔掉樹苗，樹長大之後會把星球撐破。好，為什麼小王子要拔樹苗呢？為什麼這個是他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呢？因為如果放任讓樹長大，那麼樹就會越長越大，最後把小王子住的星球撐破，撐破。好，什麼叫撐破呢？就像這個樣子，大家看到這個樹根從星球冒出來，把星球撐破了。好，什麼時候我們會撐破呢？可能你吃太飽了。如果呢，你肚子吃太飽了，那你會把肚子撐破當然這是誇張了你不可能把肚子撐破。有時候你會開玩笑的說我吃太飽了，我的肚子快要撐破了。快要爆炸了，啪！撐破，對 burst 的感覺burst。好，撐破，好 ，OK。所以拔樹苗是小王子每天要做的工作，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好，那麼我們繼續往下看小王子的故事。撐死了也可以，吃太飽了我撐死了也可以有一天，一朵美麗的玫瑰花在小王子的星球上慢慢長出来。他說，這個它是玫瑰花，玫瑰花會說話。在小王子的星球上，玫瑰花是會說話的衣服撐破了也可以，衣服撐破了。好，他說，我渴了，我很冷。好，玫瑰花口渴，玫瑰花覺得很冷。好 ，OK。撐破是爆裂的意思嘛？
我覺得有一點不一樣誒，炸裂可能是炸彈吧，炸彈之類的。撐破就是可能你在裡面放入空氣或過多的氣體，所以讓一個東西啪爆炸掉。好 ，OK， 好的，我們繼續往下看啊。小王子啊是個善良的人，他趕緊為玫瑰花澆水、擋風，還耐心聽他說話。好，我覺得小王子是個很善良的人，他對玫瑰花很好，他怕玫瑰花口渴，所以他幫玫瑰花澆水。什麼叫澆水？就是你會幫植物灑水 ，water， 對不對？灑水。好，那給他擋風，因為剛剛玫瑰花說它很冷，所以呢，小王子用他的圍巾幫玫瑰花擋風，還耐心的聽他說話。好，各位同學，其實我們在交朋友的時候，耐心聽朋友說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們要當一個傾聽者，對不對？有時候可能你的朋友心情不好，你不需要多說什麼，你只要傾聽，好好的聽他說話，他就會覺得好多了。有時候我們不需要說太多話去鼓勵他，有時候你只要聽他訴苦，你的朋友心情就會好多了。小王子也是用這個方式來交朋友，跟玫瑰花交朋友。好，藍墨說小王子是好男友的類型啊。好，教我們中文，理查老師一定要有很大的耐心啊。不會啊，教你們中文我很開心呢。好，有耐心啊。好，還耐心的聽他說話。好，我們往下看。玫瑰花驕傲地說：“我是宇宙中獨一無二的花，我是最耀眼的花。”好，小王子發現這朵玫瑰花特別驕傲。你們知道驕傲嗎？驕傲就是覺得自己很厲害，覺得自己做的工作，我這個人非常重要。驕傲。玫瑰花驕傲地說：“我是宇宙中，我們昨天才學過宇宙，對不對 ？Universe， 宇宙中獨一無二的花。獨一無二的意思就是沒有第二朵像它一樣這麼棒的花了，所以這個叫獨一無二。獨一無二。驕傲並不是 elegance 吧，是 arrogance 吧？不是 elegance， 是 arrogance， 对不对 ？arrogance。”就是 pride。好，獨一無二就是只有這一個，沒有第二個了，只有這一個，沒有第二個了。所以從玫瑰花說的話，讓我們知道它是一朵很驕傲的花。我是最耀眼的。好，我們說最耀眼就是最能吸引你的注意，最棒的，最耀眼的，好像一直發光那種感覺 ，dazzling， 最耀眼的花。好，什麼東西很耀眼呢？太陽吧，太陽很耀眼，對不對？有一些星星很亮，也很耀眼。好 ，OK， 耀眼。好的，這裡有沒有問題？我們知道這是一朵驕傲的玫瑰花了。好，小王子很重視玫瑰花，他常說，即使你很驕傲，我也會細心照顧你。所以小王子真的是個很善良的人，雖然他的朋友玫瑰花非常驕傲，但是他還是真心跟玫瑰花交朋友，每天照顧他，每天幫他遮風擋雨，聽他說話。有時候我們跟一個人交朋友，可能這個朋友有很多的缺點，但是你已經花了很多時間跟他培養關係，所以這個人對你來說就是一個不一樣的人。你對他有感覺，你對他有友情，你可能對他有愛情，所以就算這個人有缺點，他對你來說也是一位很重要的人，對不對？就像你的最好的朋友，就像你的父母，你的小孩，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，就像這朵玫瑰花一樣，對不對？好，
即使你很驕傲，我也會細心照顧你。好，我們往下看。有一天，小王子決定離開自己的星球，他向玫瑰花告別。好，他跟玫瑰花告別。什麼叫向玫瑰花告別？就是跟他說再見。他跟玫瑰花說再見。小王子想要離開自己的星球了。大家想一想，為什麼小王子要離開自己的星球呢？為什麼小王子要離開呢？星球上不是有他最愛的玫瑰花嗎？那他為什麼要離開這個星球，離開這個玫瑰花呢？想一想，有時候我們為了目標，為了夢想，我們一定要離開，對不對？有時候離開代表的是你要去一個更遠的地方，這個地方能夠達到你的目標，這個地方能夠讓你成長，所以你必須要離開家，去一個地方磨練，去一個地方工作，去一個充滿挑戰的地方讓你成長。所以小王子為什麼要離開自己的星球？我們人也是一樣，对不對？我們有時候要離開自己的家，為什麼？我們要工作，我們要成長，我們要變得更好，我們要追求我們的目標，所以我們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，對不對？所以小王子決定要離開自己的家，自己的星球。那他向他最愛的玫瑰花說再見，告別。對，有時候是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，非常好，秀珍。有時候你會覺得，我想去旅遊，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樣子，因為我想要成長，我想要有很多很多的歷練，所以我決定離開家裡。好，小王子說，我很捨不得你，但我必須去學習和探索。好，我們離開家的時候也會捨不得家人，對不對？捨不得自己的老公老婆，捨不得自己的小孩，捨不得自己的寵物。但是有時候這是逼不得已的選擇，你必須要離開。就算你很捨不得，你很不想要這樣做，但是你別無選擇，別無選擇。你必須去學習，就像是你們在學中文，你一定要去學習，學習了才能夠爬到更高的位置，才能夠達到你心中的目標，才能夠達到你的夢想，實現你的夢想。所以小王子必須去學習，去探索 explore 探索。我們有時候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，當然也是探索自己。有时候我们也必須要探索自己的內心，我是個怎麼樣的人？我為什麼在這裡？我為什麼是我？所以我們有時候會去探索外面的世界，也會探索自己的內心，讓自己不斷的成長，或者更明白我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上，我到底是誰？所以我們人有好多好多的問題我們都必須去探索為什麼，去探索答案好 OK， 所以你們每個人都是小王子，對不對？因為你們也很想要探索自己，很想要學習，很想要成長，但是你要成長就要犧牲很多東西，你可能要犧牲跟家人相處的時間，你可能要離開家裡去工作，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小王子，對不对？好，我們往下看。玫瑰花假裝自己不在乎，他說，你真的要走嗎？其實我不需要你，但我會想你。好，從這句話我們知道玫瑰花真的很驕傲，但是他心中是愛小王子的。玫瑰花心裡是愛小王子的，但是玫瑰花逞強，他不想說出來，因為他是個驕傲的人，他不是人，他是一朵驕傲的花，所以他假裝自己不在乎，假装自己不在乎。探索跟發現是不一樣的我們用英文說吧，發現就像 discover，find out探索就是 explore
是不一樣的意思。好，假裝就是你不是這個樣子，但是呢，你表現出這個樣子。比如說你不想說這句話，但是你表現出來相反的情況，這個叫假裝。對，我們可以說心口不一，心口不一哦。好，玫瑰花假裝自己不在乎，就是不關心小王子，假裝的，其實他很關心小王子，對不對？他假裝自己不在乎小王子哦。好，他說：“你真的要走嗎？其實我不需要你，但是我會想你的。”好，所以有時候啊，你的愛人是一個驕傲的人，他嘴巴說不愛你，其實心裡覺得你很重要所以我們身邊的人，有些人就像有些你愛的人，就像玫瑰花一樣，他可能在逞強，他可能有他個性的缺陷，他可能很驕傲，但是不管怎麼樣，你跟他相處過，他是最愛你的人，你也很愛他。我們人有時候就像初戀，有沒有？你很愛你的初戀，但是有時候可能個性不合，分手了，但是你心裡還是會想起他，這個人對你其實很重要，但是有時候會因為某些原因你們分開了好，逞強嗎？好，逞強，逞強就是假裝你不在乎，假裝你很堅強，逞強，假裝沒關係，我不在乎你，其實你很在乎他，你逞強好，逞強，好 ，OK， 不是剛剛我打出來的那個詞逞強，好，逞強，好 ，OK， 我們往下看。小王子被玫瑰花傷透了心，但還是帶着微笑離開。好，那小王子被玫瑰傷透了心，為什麼？因為玫瑰花，小王子以為玫瑰花不在乎他，但其實玫瑰花很愛他。我們有時候就是為了逞強，傷害了別人，我們也不曉得為什麼我要傷害他，我就是說話。我就是想要這樣說，我就是這樣說，但是我不小心傷害了他。有時候人其實是很矛盾的，對不對？你明明很愛一個人，但是你卻要傷害他。我們有時候常常會去傷害我們最愛的人，你們同不同意？你最愛的人，你反而最喜歡傷害他，常常說一些話刺激他，常常讓他覺得他不是最好的。就像有時候我們會說難聽的話給自己的老公或老婆聽，或者呢，對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說話很難聽。有時候我們很奇怪，明明知道我們不應該這樣說，但是我們卻說出來了，不小心傷害了我們最愛的人。我們越愛的人，我們越容易去傷害他們，因為我們以為他們會原諒，我們以為他們可以忍受，我們反而會肆無忌憚的去傷害自己最愛的人。所以這個情況就像是玫瑰花的心情一樣我不應該講這些話，但是我說出來了，因為我沒有辦法控制我自己，然後就傷害了自己最愛的人好 OK， 那小王子呢，他不想讓玫瑰花難過，所以他還是帶着微笑離開了好，所以各位同學，你們對肆無忌憚。各位同學，你們想一想，有時候你們是不是會說話傷害你們最愛的人？比如說話傷害了自己的小孩，小孩子聽到你說的話，他很傷心，他很難過，他躲在房間裡面哭，對不對？或者你說話傷害了你的老公，說話傷害了你的朋友所以真的，我們有時候是控制不了我們自己說話，控制不了自己的嘴好，玫瑰花在小王子離開後，後悔自己那麼驕傲，
他流下了眼淚。對，我們會後悔，對不對？啊，我怎麼傷害了我最愛的人？我很後悔。但是話已經說出來了，傷害已經造成了，又能怎麼辦呢？好，所以我們都想一想，我們是不是曾經傷害過自己最愛的人？那個人，你明明很愛他，但是你卻肆無忌憚的去傷害他。好，那小王子他離開了自己的星球之後，他開始旅行。小王子來到了地球，他在花園裡遇見了一隻狐狸。小王子來到了地球啊，好，他在花園裡遇見了狐狸。那他跟狐狸會說什麼呢？我們看一下。狐狸一開始拒絕跟小王子玩。狐狸說：“我不能和你玩，因為我還沒有被你馴養。”好，一般來講，馴養呢是人類馴養動物，比如說馬，馬本來很凶，但是你馴養了馬之後，它就會很乖，它會聽人類的話，這個叫馴養。一般是馴養動物，把動物訓練成很聽你的話，這個叫馴養啊，馴養。好，所以狐狸說：“我不能跟你玩，因為我還沒被你馴養啊，還沒被你馴養。”好，小王子問：“什麼是馴養？”狐狸說：“馴養就是建立關係。”很有意思，對不對？你跟一個人建立關係之後，這個人就不再是你不在乎的人了。如果你跟一個人建立關係之後，這個人就是很特別的人了，對不對？世界上的人那麼多，他是特別的人，因為他跟你建立了關係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為什麼你的老公跟其他的男人都不一樣？為什麼你的老婆跟其他的女人都不一樣？因為你跟他們建立過關係，曾經經歷過人生的起伏，所以他不是普通的男人了，也不是普通的女人了，他們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了。好，我們往下看哦。狐狸說：“對我來說，你只是一個小男孩，和成千上萬的小男孩沒什麼不同。我不需要你，你也不需要我。但是如果你馴養了我，我們就開始彼此需要了。”好，你們看得懂這句話的意思嗎？對我來說，你還沒有馴養我，我們兩個還沒有建立關係，你就是普通的這麼多的小男孩當中普通的那一個。我不在乎你，你也不在乎我，我不需要你，你也不需要我。你跟別的男孩，跟成千上萬的男孩沒有什麼不同。好，但是呢，如果你馴養了我，但是如果你跟我建立關係，我們就開始彼此需要了，我們就是朋友了。你對我来說就不是別的小男孩了，不是成千上萬的小男孩了，你是獨一無二的小男孩。对我来說，你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因為我們已經建立關係了。我們已經建立關係了。好，你是一個特別的人了。好的。好，隨着時間過去，他們變得越來越親近。狐狸說：“你現在對我來說，已經是獨一無二的男孩了。”好，加個已經啊，已經是獨一無二的男孩了。好，所以呢，狐狸跟小男孩開始建立關係了，男孩開始馴養狐狸了，他們之間開始建立關係了。所以他們變得越來越親近，彼此變得越來越熟悉。所以狐狸覺得你已經不是別的男孩了，你對我來說
是一個獨一無二、特別的男孩。小王子，你已經不一樣了，對我來說，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了，你不是普通的人了。好的，所以各位同學，你們也想一想，其實在你們的生活中，有很多人是獨一無二的存在。那他為什麼獨一無二呢？因為你們建立了關係，你們之間可能是夫妻，可能是男女朋友，可能是父母跟孩子，可能像我們一樣是老師跟學生，所以我馴養了你，你也馴養了我，我們建立了關係。所以你在網絡上看到很多中文老師，當你看到理查老師，你會發現啊，理查老師耶，理查老師在你的眼中變成了獨一無二的老師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建立了關係，你常常聽我的課，你發現這個老師是獨一無二的老師了，他跟別的中文老師不一樣了，建立了關係。我是獨一無二的，在你的眼中，理查老師是獨一無二的。所以當我們建立關係之後，我就不是普通的男人了，對不對？我是一個特別的人，我是個很特別的人，在你的眼中，我是個特別的人，我是獨一無二的。小王子卻說：“我該走了，在我的星球上還有一朵玫瑰在等着我。”好，小王子跟狐狸建立關係之後，小王子說：“我要離開了，我該走了，我該離開了。”因為小王子的家裡，他的星球上還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玫瑰花在等着他。謝謝這位泰國的朋友打賞謝謝你，開心，老師好開心好，那小王子要回去了，他在地球上已經找到答案了。因為小王子離開家是為了學習和探索，他在地球上探索，他找到答案了，他發現了原來在他心中有最愛最愛的人不能說人是花，有最愛最愛的花。他花了很多時間跟這朵花相處，他花了很多時間傾聽這朵花說話。這朵花對他來講就是一朵獨一無二的被馴養過的花，他們之間有了感情，有了愛好，所以他必須要回家了，对不對？就像你們可能在別的國家工作，可能工作了幾年，到最後你還是要回家，因為你知道在家裡面有最愛最愛的家人等着你，有獨一無二的家人等着你。所以當你找到目標，當你實現夢想的時候，你最後要回去哪裡呢？你最後還是要回家，對不对？最後要回家狐狸說我會哭的。小王子覺得很困惑，那你為什麼還想被馴養呢？如果你會覺得傷心，如果你會難過，那你那個時候為什麼要我馴養你呢？為什麼要跟我建立關係呢？對不對？你會難過，那我們一開始就不要建立關係就好了，那你就不會難過了呀。好。狐狸說：“因為小麥的顏色會讓我想起你。”哇，這句話很深誒。這句話你們可以理解嗎？狐狸為什麼要說小麥 wheat 小麥的顏色會讓我想起你？小麥的顏色就是小王子頭髮的顏色，大家有沒有發現？小麥的顏色就是小王子頭髮的顏色狐狸說小麥的顏色會讓我想起你，什麼意思呢？好，狐狸
跟小王子建立關係之後，小王子的樣子，小王子身上的氣味，小王子衣服的顏色，頭髮的顏色，都開始影響了狐狸，都開始讓狐狸懷念起來了。所以當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，我們會開始有不同的感受，對這個世界上有不同的感受。比如說，理查老師留着平頭，理查老師留着平頭，以後你們看到有人留平頭，你們就會想起我，對不对？好，還有你們在學習中文的時候，看到了這個詞彙小麥啊，理查老師教過我小麥，所以每次當你看到小麥這個詞彙，你會想起我。所以當你跟別人建立關係的時候，你會對這個世界的很多東西都開始有了連結，你的人生有更多的體悟，有更多的感動，這個東西讓你想起了你最愛的人。所以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詩人，有這麼多作詞作曲家，他們寫了那麼多情歌？因為每次寫這些情歌，做這些詩的時候，他都會想起他最愛的人。所以當你愛過一個人，那種感覺很好，雖然最後你失去了他，但是你曾經擁有過這段感情，而這段感情會讓你成長。所以小麥的顏色會讓我想起你，雖然你要離開了，但是我已經成長了，我已經成長了，我已經不再是本來的狐狸了，我是愛過你的狐狸，我是跟你建立過關係的狐狸呀，我已經成長了，我是已經長大的狐狸，我是成熟的狐狸了，我是不一樣的，我跟沒有談過戀愛的狐狸是不一樣的，我比沒有談過戀愛的狐狸更成熟了。所以這個就是狐狸的意思。聽得懂嗎？好像我解釋的有點模糊啊。好，這個真的很深，我很喜歡《小王子》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會讓我想好多好多好，狐狸接着說，在你離開前，請記得，真正重要的東西是用眼睛看不見的。好，狐狸說的這句話非常重要。我們都覺得錢很重要，我們都覺得大房子很重要，我們都覺得漂亮的衣服很重要，但是其實真正重要的是什麼？真正重要的東西其實都是眼睛看不見的。友情 friendship， 友情，親情，還有媽媽的愛，爸爸的愛，這些都是看不到的，但是很重要，對不对？所以我們都忽略了真正重要的東西，而我們忽略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都看不見，這些東西都看不到，這些東西都是你沒有辦法看見的，所以我們常常忽略了這些真正重要的東西。我們現在在乎的是什麼？錢，一張一張的鈔票。我們在乎的是什麼？我們在乎的是大房子、漂亮的車子、名貴的手錶、黃金。所以這些東西很重要嗎？當然也是很重要，但是並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好，所以狐狸這句話非常有智慧，你們也可以想一想，對你們來說真正重要的東西是不是看不見的？平安、安全、健康，对，真心的感情你都摸不到，你也看不到。你覺得健康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，但是它看不見。你覺得真心的感情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但是它看不見，它只能感覺得到而已。所以有時候感覺得到
比看得見更重要哦。小王子點點頭，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好，什麼叫踏上了回家的旅程？就是他要回家了。踏上了回家的旅程，就是要回家的意思。他知道在自己的星球上還有一朵玫瑰在等着他，就是他曾經付出過感情的那朵玫瑰花。雖然他很驕傲，雖然他曾經傷害過小王子，但是小王子知道他心裡最愛的還是那朵玫瑰，因為他跟玫瑰建立了關係。他跟玫瑰建立過關係，這朵玫瑰跟成千上萬的別的玫瑰已經不一樣了，已經不一樣了。好，故事到此結束。我有3個問題問你們。第一個問題，為什麼小王子要拔掉樹苗？為什麼小王子要拔掉樹苗呢？好，很簡單，對不對？因為樹苗會長大，根會越來越粗，越來越長。那小王子的星球很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們剛剛學到有一個詞彙很棒，啪，叫什麼？好，有人寫出來了哦。對，因為樹長大後會把星球撐破啊。如果樹苗長大的話，它會把星球撐破。所以小王子必須要拔樹苗，這是重要的工作啊。好，我們來看問題2。對，小王子要保護自己的星球哦。問題2，為什麼狐狸說小麥的顏色會讓他想起小王子？為什麼？為什麼狐狸會說小麥的顏色會讓我想起你？好，這題不好回答，這題不好回答就是因為小王子他的頭髮就是小麥色的，我們中文會說小麥色，小麥色就是小麥的顏色，這種顏色我們就叫小麥色。因為小王子的頭髮是小麥色的，所以狐狸跟小王子建立關係之後，狐狸發現很多東西都不一樣了，對他來說看起來都是小王子，會讓他想起這個人，會讓他懷念這個人，會讓他跟小王子有連結。所以當狐狸跟小王子建立關係之後，狐狸成長了，他看很多事情的想法也不一樣了，所以他才會這樣說，小麥的顏色對我來說已經不只是小麥的顏色了，而是會讓我想起你，而你是我獨一無二的存在。好，所以小麥的顏色已經不只是小麥的顏色了，也是小王子的顏色。好，我們看問題3，你覺得小王子為什麼要離開狐狸？小王子馴養了狐狸，那就跟狐狸住就好了，對不對？他就住在地球就好了，他們已經建立關係了嘛，他們就在一起就好了，對不對？那為什麼小王子還是要離開狐狸呢？你們覺得呢？各位同學，你們在工作的時候，對不對？會遇到好同事，會遇到好朋友有的人可能會遇到小三，對不對？ Mistress 小三，但是你也跟他們建立關係，你也馴養他們，建立關係，對不對？但是真正重要的人還是你真心愛的人，對不對？所以狐狸對小王子來說只是過客。你們知道過客嗎？過客。而玫瑰對小王子來說是家人，是愛人，是獨一無二的存在。所以我們不會停留在過客的身邊，我們最終達成了夢想之後，
最終夢想實現之後，還是要選擇跟自己最愛的人在一起。所以狐狸其實是小王子探索自己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個過客。他真正需要珍惜的，還是自己家中的那朵自己付出過一切的那一朵玫瑰花。所以小王子心中真正愛的人，真正在乎的人，其實還是自己家中的那一朵玫瑰。我們人生中有很多過客，可能他達成了階段性任務之後，他就必須從你的生命中離開。那最終你還是要去找你最愛的那個人，你最在乎的那個人。对，小王子會不會捨不得離開狐狸？裴靜絕對會。在我們人生的過客中，可能曾經有你非常非常愛的人，你捨不得離開的人，但是他注定不會跟你在一起。他是你人生的過客，他一定會離開。不管你有多愛他，不管他在你生命中有多重要，他只是個 passenger， 他只是个过客，他一定会從你的生命中離開的。大家想一想自己的人生，曾經有你很愛的人，但是他最終還是跟你分手了，最終他還是離開你的生活了。而你現在的老公或老婆或家庭，才是你真正的愛人，才是你真正的歸宿。我們中文說歸宿。歸宿。其實狐狸呢，就是小王子人生中的過客。我們人生中有很多過客，他注定不會跟你在一起。不管你們彼此有多相愛，不管你們建立了多深的關係，他一定會離開你。但是我們人生也會有歸宿，不管你離開他多久，不管你跟他分開多久，最後你們還是會相遇，最後你還是會去找他，最後你還是會跟他建立家庭。所以我們人生不可能有這麼多選擇，有時候我們人生只有一個選擇，甚至沒有選擇，我們就必須要離開自己生命中的過客。但是我們人生中也有歸宿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心裡的家，你最終要回到那個家裡。所以你們也可以想一想，你生命中的過客是誰？最終你還是要離開他，你還是要放棄他，你還是要跟他分離，因為他是你人生的過客。那你人生中也有歸宿，不管你跟他離得多遠，不管你們分開多長的時間，到最後你還是會回到他的身邊。所以玫瑰花才是小王子的歸宿，而狐狸只是小王子生命中的過客。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過客，還有歸宿。好 ，OK， 所以這個就是問題3的答案。你們也可以想一想，為什麼小王子要離開狐狸呢？好，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單詞。我覺得今天這個故事會不會有點難呢？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，你們喜歡嗎？還是老師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耶？好，來，我每個單詞念2遍哦。星球，星球，火山，火山，玫瑰花，玫瑰花，你也可以說玫瑰就好了哦。拒絕，拒絕，困惑，困惑，小麥，小麥。好，各位同學，今天的故事我其實是很喜歡的哦，因為我們人生必須要學習跟探索，但也有很多的無奈，有很多事情是我們不能選擇的。但是我們一旦
跟一個人建立關係之後，我們的人生開始改變了，我們開始成長了，我們開始變成了不一樣的人，所以非常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們今天就到這了。你們對這個故事有任何的想法，歡迎你們在直播課之後在底下留言告訴我。好，我們禮拜四見，拜拜。